首先，非常感谢哈-L2V 的打赏。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我读的对不对，假如我读错了，你在评论区告诉我正确的读法。这是我第5次收到打赏，这个打赏其实还是有点多了，我还是建议尽量别打赏太多，不要给你造成负担。再次感谢您的鼓励，谢谢。好，后续是今天的更新。为什么说集体主义是一种低级原始的组织原则？为什么说意识到别人是同样的存在是平等尊重的起点？国营经济一定腐烂，而民营经济赋予生命力，这其中内在的逻辑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集体主义就是共生这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除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集体主义就是共生，共生是集体主义的源头。集体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念，也是一种活法，并且常常是，如果你是一个巨婴，你只能活在共生般的集体中，而不能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外部世界。你只能选择集体主义的活法，而不能选择个人主义。比如孙隆基观察到，华人留学生到了欧美，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同性恋，因为男孩和男孩、女孩和女孩勾肩搭背，两个人一贯如此亲密，这在欧美就意味着同性恋。但对于华人来讲，他们其实只是找一个伴儿同行而已。为什么非得找一个伴儿？因为还处于共生心理中的巨婴不能独自存活。婴儿是不能独自存活的，因为他没有能力解决基本需求。作为巨婴的成年人，从物理上是能够独自存活的，但是心理上不能。他们还得像婴儿一样找一个人和自己在一起，否则就必须直面破碎的自我。我提出了一个概念，自我的疆界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自我延伸到了哪里？你将谁、将什么事物纳入到你的自我中？必须和一个人共生在一起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最糟糕的是，你的自我中没有别人，也就是说，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爷爷是超级宅男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有自闭症，到4、5岁时才开始说话，而且一直对人不感兴趣似的，显得极度自私。其实这不叫自私，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将别人纳入到他的自我中，所以也根本考虑不到别人。他每天的生活超级有规律，你真的可以根据他的起居时间来调表。他必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、做饭、下去逛街。他智商极高，是象棋高手，每天雷打不动地要在固定的时间去老年活动中心去杀象棋。他水平太高，别人只有输的份儿，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和他玩。家人建议他说，你干脆让别人2子，比如让掉1马1炮。他不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他基本上没有灵活性。我在高中和大学时都算是象棋高手，但和这位爷爷第一次杀象棋，玩了30多局只赢了1局，而这时他正好80岁。在他82、83岁的时候，他最富有的小女儿将爸妈从唐山接到了天津，以尽孝心。不料刚到几天，老人就中风了，然后半身不遂，并且变得像老年痴呆一样，身体和心理都垮了。治疗了好几个月不见起色。后来他老伴儿不想在小女儿家住了，想回唐山老家，他们老两口才回去了1个星期，奇迹就发生了，爷爷竟然不治而愈，身体和心理都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准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对此，我的理解是，作为一个行为非常刻板的准自闭症老人，他的自我已经和他的家、周围的空间以及日常作息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。家、周围空间和日常作息制度就像蜗牛的壳一样，包裹着他脆弱的自我。搬到了小女儿家里后，看似条件变好了，但等于是将蜗牛的壳从蜗牛身上剥离了，蜗牛一下子变瘫痪了。而回到熟悉的家里，就意味着这个蜗牛再次背上了自己的壳，于是就可以恢复正常了。这位老人，他的自我中只有自己，僵化的空间与作息制度，再也没有其他。比如女儿出嫁时，他还是要出去杀象棋，最后全家人都对他表达不满，总算是阻止了他。
他都不能和某个人共生。处于共生心理的婴儿或巨婴，心理发展水平已经好了一个档次，而且是最为致命的一个档次，可以将自我的疆界延伸到另一个人那里。熟人社会的关键成为我们，本来我的世界里只有我，现在终于有了另一个人，你。我们这两个人构成了我们，这样一来，你就是我的人，我要保护你，对你好。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，我们做事情之前最好要找人，要拉关系。比如，如果你去医院看病，最好搭上个关系，好认识一下医院里的医生。这种拉关系其实就是通过熟人将你纳入到医生的自我当中去。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，医生就可能冷冰冰地对待你。当做到了这一点之后，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好上很多。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转变，意味着你从一个陌生人进入了我们的共生关系里。不仅医生如此，公务员如此，服务行业也同样如此。我注意到我自己也是这样。当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时，我一开始自然而然的态度很容易是冰冷的，不够友好的。但当对方告诉我是某某某留我的电话给他时，这时我的态度一下子就会有明显的转变。当然，如果不是突然而来的电话，而是我自己工作安排内的，那我也会好很多。这时的情况是有备而来的，会自动进入职业状态，而突如其来的电话则会暴露出我作为巨婴的这样一个特点。你会不自觉地划分自我疆界内的是好的，是善意的，自我疆界之外的是坏的，敌意的。而对于自闭症患者而言，他的世界绝对不能发生改变，任何改变都会让他崩溃，因为那会让他感到敌意。对于好一些的巨婴而言，则是你或者是我们，这时你就是自我疆界内的，我觉得你是好的、善意的，否则我就会对你有防备，自觉不自觉地将你划分到坏的、敌意的那一边。处于共生心理的人必须不断划分我们和他们，我们就是好的，他们就是坏的，坏的是需要防备的。我们的一切存在方式，如习惯，都是好的，而他们的一切存在都是异端。这样的话，不管自我疆界延伸到哪里，都仍然在追求共生。但假如一个人超越了共生心理，这时世界就变成了我们和你们，我们的存在是合理的，你们的存在也是合理的。我与非我，用更准确一点的语言来说，对于婴儿和巨婴来说，共生意味着世界并不是我和你，而是分裂成我与非我。将世界分化成我和你，意味着我将你视为和我同样的存在。虽然你不属于我，和我不在一个共同体内，但我同样懂得你和我都是人，都是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存在，所以我也不能轻易伤害你。但若将世界分裂成我与非我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要么你属于我，在我的共同体内，要不然你就是非我非人，我完全感受不到你和我是同样的生灵。相反，我觉得你是我的敌人，并且因为你是非人，所以我攻击你时毫无心理障碍。不过假如我有一个正常的头脑，那么我也会趋利避害，在伤害你时，我会想想这样做是否会被惩罚。但我这种避免伤害你，仅仅是计算得失的结果，而不是把你当作和我是一样的人的原因。这个情况也有不同的发展程度。你可以有一个范围很大的共同体，比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都是炎黄子孙，也可以有一个很小范围内的共同体，如我们是家人，我们是同学。一些严重的精神病患者，如反社会人格，他们可能就构建不起任何2个人以上的共同体，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划分：你听我的就是我的人，我就对你好点；你不听我的，你就是非我非人，就是敌人，我灭掉你就没有一点内疚。那些杀死自己全家而制造灭门惨案的男人，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就是这种：你满足我的意愿时，你就是我的一部分；你不如我的意时，你就是非我了。比如2013年61岁的厦门男子陈水总，在当地制造公交车纵火案，烧死47人，重伤几十人。因为有报道称陈水总多次找相关部门，但遇到阻碍，于是网上竟然一片同情之声，甚至将他视为英雄。这就太可怕了。他在公交车上纵火，受害者全是无辜的民众，他怎么会得到了如此的同情和崇拜？可能太多人觉得自己也是社会权力体系的受害者，所以对陈水总有了怪异的同情。
但是陈水总的心理令人无法理解，既然他对权力部门不满，为何不将愤怒对准他们，反而对准无辜的民众？综合报道可以看出，他不仅找权力部门的茬儿，也找身边人的茬，他简直和周围人格格不入。作为很可能的反社会人格障碍，他是一种典型。他还没有能力分化出善与恶，他只区分我与非我，他将非我之外的整个外部世界视为敌人，所以恨不得毁了整个世界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眼里，公交车上的乘客和有关部门所谓难为他的人是同一回事，都是非我。其实陈水总连仇恨有关部门的理由都没有，他多次领到低保，生活无忧。肇事的原因是有关部门拒绝修改他身份证上的年龄，而他这样做是为了一份1年后可以拿到的养老保险。天真者以为权力体系迫害了他，其实陈水总仇恨的是整个外部世界，包括你在内。这是一种纯内在的病态。外部世界就算再好，比如有极度发达的福利，都不能避免陈水总的破坏行为，因为他要的并非只是低保和养老金，而是希望世界按照他的意愿运转。陈水总的邻居说，陈四处找茬，这也反映他对外界的敌意，同时他也觉得外界对他有敌意，他极度敏感，会对多数刺激进行敌意解读，如将店员放音乐视为引诱他女儿。敌意遍布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角落，所以他不可能与别人好好相处，最终他的人生全方位失败。这首先是内部世界的坍塌，对他滥施同情又怪责别人，是不懂他的世界。社会权力体系的公信力有很大问题，政府的任何解释都会让人怀疑，但民间的社会想象系统也有很大的问题，总有强烈的被迫害感。若有任何悲剧发生，最让人接受的解释就是这是权贵们干的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掌控一切的迫害性系统制造了这一切的问题，而受害者都很可怜，都很正确。发生陈水总这种事情之后，只要你在网络上持有这种解释，就很容易赢得一片的赞同声。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样可怕。可以说，现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已本能地将社会权力体系视为他们，而将任何挑战权力体系的人视为我们，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我们施以同情。陈水总是反社会人格，而张献忠、李自成等等也都是反社会人格。在我看来，将公交纵火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进行美化，最后必将引出对张献忠与李自成所进行的大屠杀的支持。我们民族很容易崇拜超级屠夫，那可能是我们反对一个权力体系时都想杀人流血，但一般人总有适当的良心，所以忧郁不果断。而那些最能杀人的，则成为集体潜意识里那把握屠刀的人。我的所有不顺，都因为有一个权威机构，比如常见的如国安局、克格勃、美国中央情报局、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你的上级等，这类权威机构或个人，构建了一个系统，在系统性地迫害我。如果一个人形成了这种心理，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被迫害妄想，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典型症状。如果一个集体整体上是这种心理水平，那意味着这个集体整体上患上了被迫害妄想。这一点还好，过去类似陈水总的事情发生后，首先都是一片同情乃至崇拜，但现在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有不少清醒的声音。轻易不要背叛我们。在共生心理驱动下，当发生紧急事情时，我们常常会忽略事实，而会首先区分我们和他们，即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外部，如经典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。就算事实上你错了，但你是我们的人，那么就支持你；但如果你是他们的人，那么就攻击你。例如王治郅，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一时背叛篮协，就事实层面来说，王治郅没有什么错，而篮协太剥削人也太严厉，但这么一来，他就不再是我们的人了。于是网络舆论一直对他的叛变事件进行攻击。不要自绝于我们，这是中国式生存之道。哪怕事情再紧急，如果想不得罪共同体，最好不要着急去和他们建立关系，不要向他们求助。作为中国人，我们深切懂得这一哲学，所以当群体事件发生后，懂规矩的中国人都尽可能不和外国媒体打交道，这是有意识的。但是还有很多是无意识的。比如2016年6月，深圳发生一件让人哭笑不得但其实又非常常见的事情。
一对夫妻喝醉了，争吵后男人开始打女人，警察过来干涉，要拘捕男人，结果女人则开始疯狂地厮打警察。此时，这个女人本能上考虑的是我们和他们，她要先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而将来帮助她的警察视为外人。这位妻子如果有独立成熟的自我，她就会知道，最重要的首先是我的尊严与人身安全，于是还击丈夫的攻击行为，并会接受别人的保护。类似的事情太多，紧急事情发生后，按说要先解决问题，但中国人很容易先区分敌我。老家在山东的一位男性来访者对我说，他10来岁时父亲去世之后，他的婶婶想给他的妈妈介绍对象，结果引来了娘家人的愤怒。作为娘家人的代表，他舅舅特地叫自己妹妹回娘家，简直像开批判大会一样说，你怎么先和外人商量？你应该先和我商量。让这个人印象极深的是，平时待他还可以的姥姥也板着脸，最后连饭都没有让自己女儿和外孙吃。这件事让来访者的妈妈感到极度伤心，自己丈夫去世了，哥哥和妈妈在乎的不是他的伤痛，而是先来一个批判大会。这是可怕的中国式政治。懂得这一点的人，会在紧急事情发生时，先去区分敌我，然后才去解决问题。否则，你会发现，一旦得罪了你所在的共同体，那么整个共同体都可能对你采取敌对态度。一位女性来访者，爸爸妈妈离婚了，她跟了妈妈，本来这是爸妈协议好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爸爸对她偏心与妈妈越来越不满，最后逼她站队，要么去爸爸阵营而和妈妈划清界限，要么还在妈妈一边而爸爸与她绝交。最后她惶恐、愤怒和伤心之下，还是选择了和妈妈在一起，并且妈妈丝毫没有逼迫她。结果爸爸真和她绝交了，这还不算，爸爸还联合他的家人都和他近乎绝交了。巨婴们玩的家庭政治就是这么个玩法，低级、复杂、极端、可怕。只有我们，不能有我。集体主义概括起来本质就是只有我们，没有我，也没有你。考虑事情时都要以我们为单位，而不是以我或者你为单位。集体主义的对立面自然就是个人主义，任何对我的强调都是反对我们的。所以集体主义会形成这样一个固有的道德意识，也就是为集体而努力才是对的，反集体就是错的。特别是想彰显个人主义的，更是大错特错。如何对待这个集体道德意识？很多人真心地接受它，而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模范，但他们似乎很少有好的下场。极端的如岳飞，他真可以成为道德模范。他既是民族英雄，力挽狂澜，又爱兵如子，且约束军队，不侵害民众。他也没有贪污腐败，如果亲人违反军纪，他也照样惩罚。但最终岳飞的下场很悲惨。别的例子还有王莽，他很有争议，到底是以圣人形象出现的窃国大盗，还是真心想建立一个理想国？我个人认为他既是窃国大盗，又同时想真心建立一个理想国，但他对自己的自私和整体缺乏了解，于是脑子混乱，最终也将国家治理得很混乱。但不管是谁，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下，如果要有理智，都不要直接彰显自己的私欲和自我中心。比如曹操有大智慧，也是真小人，但因为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这句话，而被永远打上了奸臣的烙印。集体主义群体中，你必须低调，除非以一种方式高调，也就是成为好人，也就是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别人和集体。只有这一种舍弃自我的高调才被允许，其他个性化的高调会被讨厌、被打击。因为集体主义只允许集体性自我的存在，个体性的自我意味着对集体性的自我的挑战和背叛。所以陈光标可以秀付出与奉献，王治郅则是大逆不道。我们的文化发展了很复杂的行为，对权力、名声、成就与物质等的需求可以上涨到很高的地步，但它们常常是一种防御，由两种被没有满足的最原始的简单愿望转化而来的。一个愿望是抱抱我，另一个愿望是看着我。彪哥的原始愿望其实不过是看着我，他自己总对记者说，我有信心上头条。以上这些故事看似不是一般人的故事，在一般人的故事中，这种逻辑也非常常见。比如
我们喜欢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听上去我们国家的父母是多么的喜欢为孩子做奉献似的。可是我们真正的主流文化是孝顺，是孩子必须听父母的话。我们文化下的人对孩子的虐待远残酷于欧美文化。例如在离婚大战中，那个怕离婚的总喜欢说孩子不想离婚，双方老人不想离婚，甚至离婚对对方不好，而就是不能简单的说我怕离婚。集体主义环境下，个人的身必须奉献给别人或集体，这样才叫人，才被承认。如果有私心，你得低调，在黑暗中为自己谋取利益。但私心谁没有？结果是，表面上大家都讲仁义道德，但私欲却泛滥成灾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，不是继续拔高仁义礼智信，而是承认个体的价值；不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，而是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。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，特别是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个体的利益。相反，集体主义下，强势一方可以轻易地以集体的名誉去侵害个体的利益。比如，有关部门可以说，为了城市适用而打击小商贩，为了城市建设而强拆个人的房屋。在我看来，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，人必须从自身出发，从自己的感受出发，根据自己的感受做出各种选择，根据自己的感受活出自己生命的多彩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证悟到别人和自己都是人，别人和自己都是值得被尊重与被爱的。更好的说法就是我多次谈到的英雄之旅。形象一点的说法是，人作为一个能量体，必须也只能是先从自己出发，伸展自己的能量。当在关系中体验到被接纳时，这份能量被祝福而转化成生的能量，否则就会转化成黑色的充满破坏欲的死的能量。强调个体为集体服务，甚至以集体的名义去牺牲个体，这样最多是让个体在表面上成为一个好人，但它作为一个能量体就会变成黑色的。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矛盾，总强调道德治国，但我们的社会从总体上来讲一直都算是互害型社会，道德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，一切都是我的。在我看来，集体主义社会其实是早期婴儿世界投射的结果。婴儿没有形成分化的意识，区分不出我与他人、我与世界的区别，而是认为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妈妈，妈妈就是我，我就是万物，万物都是我。更要命的是，婴儿有神一般的全能感，既然我与宇宙合一，那么宇宙当然应该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。毒舌一点可以说，集体主义社会其实满足的就是大家长一个人的巨婴式的全能自恋。大家长对于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无限的支配权和话语权，他可以随意使用集体这个名义为自己谋私利。当然，到了皇帝的份上，都免了这份自欺欺人的心。既然他是天子，就是集体的化身，可以随意发号施令，而整个国家都必须满足他，配合他。不过，真这样全然活在全能自恋中的皇帝，一般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他们最好还是虚伪一点，学习使用集体主义的句式，这人都是为了国家，为了人民，这人从来不考虑自己。共生心理中，表面上的一个表达是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所以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们的。但谁支配我们的资源呢？自然是大家长，或者相对有权利的。例如，在中国家族内，常见到这样的事，父母觉得有权调配整个家族的资源，所以干涉家族内的一切事情，但其实非常不公平，总是倾向于将女儿的资源调配给儿子，将不受宠爱的子女的资源调配给被宠爱的。这种心理发展下去，可以发展到非常没有觉知、没有廉耻。2016年的春节，我听到这样一件奇葩事：某男有2个儿子，都安排到该男姐姐家的工厂上班，并当着众人的面堂而皇之地对2个儿子说，这厂子早晚都是你们的，你们的姑姑没有后人。但其实该男的姐姐有个女儿，并且人家丝毫没有一点点意思要将自己的核心资产给弟弟。我在微博上讲了这件事后，没有想到这种奇葩都不算罕见。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一切都是我们的。
这种均贫富的理想想法，真正演绎下去，总是会发展成你的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们的，最后都是我的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的是集体主义就是共生这个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